身为天域的芋头，这一次在萧炎的揉虐下，终于是忍受不住了。我说，毕竟那神火的灼烧感实在太痛苦了。听到对方终于是答应下来，嘴角淡淡一笑，然后收起刚刚那燃烧的神火，周身的火焰退去之后，芋头的神魂也是从痛苦中恢复了过来，最后深深了地叹了一口气道：就算把那个地方告诉你了，你也没命出来，如此也好，我就告诉你。萧炎可不会管那个地方有多么的危险，他只知道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出灵动和沐尘二人。自从那一次的招揽神会结束之后，已经过了几十年了，他们变成玉灵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这种局面下的他们自然是非常的难受，所以萧炎必须将他们从那个痛苦的环境中拯救出来。我们的天域很大，如果不认识这里的路，自然无法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。在我们的天域中，分为3个层级重要的区域：外区、内区、中枢区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在3个层级中的外区，这里乃是我们芋头看守，而内区乃是玉尊大人看守坐镇，也是炼化那数十万人的区域。不过现在你就算过去了，怕也赶不及了。听到这话，萧炎的心都是紧张了一下，当即问道：什么意思？芋头大笑了一下，道：因为他们这批人现在恐怕都已经被抽离出神魂，献祭给玉心，神体则是炼化成玉灵。一旦献祭了神魂，这些神魂就离不开玉心，不管是神体还是神魂，一旦离开，也会到最后被召唤回来，而召唤回来后，还会被玉心中的那股力量再一次的淬炼。如果多次淬炼的话，这些神魂就会变成玉魂，只能留在玉心中。一旦离开，那么要他们的玉魂也将会烟消云散，所以想救他们出来已经是不可能了，并且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将神体炼化玉灵还不够，还要将神魂炼化成玉魂，从此离开玉心的玉魂就会烟消云散。萧炎的眼神逐渐变得阴冷下来。玉心之前灵动和沐尘就是被这个叫玉心的东西召唤回来的，看样子灵动和沐尘的神魂也已经被当时的天龙大神君献祭给了玉心。至于现在的灵动和沐尘其神魂是否已经被炼化成玉魂还不清楚，如果真的被炼化成玉魂，那么一切都是变得最不好的局面。真是该死！萧炎的拳头紧紧握着，然后勉强地压制住自己即将暴走的情绪，低沉道：告诉我，玉心在什么位置？看着萧炎此刻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，芋头也不敢怠慢，直接道出了玉心的位置。你沿着这里的黑河过去，抵达尽头之后，你会看到那里有着无数玉灵正在接受来自玉心的诡异力量炼化。至于玉心的位置很神秘，就连我也没有进去过，所以我没法告诉你。萧炎听完杀意凛然，难怪最近自己已经感应不到灵动和沐尘体内所留的焚神之力，在那个玉心中，他们二人的神魂怕是已经被炼化成玉魂了吗？想到这里，萧炎再也不敢向下去想，因为再想下去也是徒劳无功，还是先去那里找到灵动和沐尘再下定论。对了，这里既然是天域炼制万魂的地方，是不是对活人的气息很敏感？萧炎突然冒出了这一句，让那芋头有些反应不过来。片刻之后，芋头没有说话，只是点点头表示回答，因为他仿佛感到了不安。然而他的感觉没有错，因为萧炎的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幅度后，刚刚那火焰屏障直接收缩，一股炙热的气息将其吞噬而尽，连后者喊叫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位芋头也是彻底是陨落当场。不过芋头的气息，萧炎却是保留了下来。既然天域中有着感应活人的敏感度，那么自己就披上这芋头的气息来掩盖萧炎自己的气息。灵动兄、沐尘，你们一定要没事啊，不然就算付出牺牲的代价，我也要将神奇联盟脱一层皮下来。萧炎的目光闪烁着一道金芒，然后便是朝着芋头所说的方向急速前去。萧炎沿着下方的黑河以穿梭的速度飞往那处，一路上也并没有遇上什么人，可能是因为这一次数十万人准备被炼化成玉灵的缘故，外区的所有人怕是都被派遣到了内区协助了。不过这也让萧炎减少了很多时间，不然半路杀出一个阻拦萧炎的一些强者，自然也会受到阻碍，并且这里的天域中本就散发出诡异的死气，令他们的实力也占据绝对的优势。但所幸的是，萧炎拥有神火和焚神之力两道，可以压制诡异死气的能量。经过3天时间的穿梭，萧炎也是看到了黑河的尽头处，那里有着一道黑色石碑，那石碑很高大，大到直接冲上云霄，然后写着几个大字玉灵魂，那就是进入内区的入口了吗？萧炎的目光在黑色的石碑上扫过，那3个大字顾名思义，就是炼化神体成玉灵，炼化神魂成玉魂的地方了。灵动兄和沐尘应该就在这黑色石碑之后了吧？等着我！萧炎一刻都没有耽搁，全程都是全力飞行，并且还用出了神行7步的风步，不然想要在3天左右时间赶到这内区，还真是不太可能。同时也证明了天域的广阔，外区和内区竟是差了如此远的距离。玉灵魂，淡淡的声音自萧炎的口中喃喃传出，目光在黑色石碑上凝视了片刻后，萧炎的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，一道黑色的飓风直接冲入石碑之后的另一个区域。这里的区域中诡异死气更为浓郁很多很多，就连神火凝聚的屏障都开始承受不住这里的诡异死气的侵蚀。没想到这内区的诡异死气与外区的完全不是一个层次，难怪这里会成为炼化神体和神魂的地方。
可他们炼制如此多的玉灵，究竟是要做什么呢？萧炎边观察四周，同时也想知道神奇联盟为何会炼制如此多的玉灵，难道与所谓的大计划有关？萧炎逐渐地深入内区深处，越往里面走，四周以及这片空间只能由魂能够生存，那么能够在这里生存的魂，怕是只有那些被炼化过后的神魂了。因为萧炎的神火屏障已经坚持极限，开始出现崩裂的迹象，这让的萧炎有些寸步难行了。不过好在萧炎的体内还有焚神之力，可以与这些浓郁的诡异气息进行抗衡，不然的话，现在的萧炎早已经被诡异死气入侵体内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萧炎看错了，在他的前方竟然哪有着几道身影也朝着他靠近。黑暗中闪过这几道身影后，下一刻就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。萧炎也是看到了这几道身影的面目，对方竟然都是没有任何的生气，全部是死气所灌溉，而且他们的眼瞳没有白色，全都是黑色所代替，这就是玉灵的特征。萧炎能够感觉出这些玉灵身上的气息很强大，至少被炼化前也是4重天位神实力，以至于现在的他们实力更是达到了4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。没想到被炼化后还能够提升自身的实力，还真是诡异的手段。不过想要获得这些力量，就必须献祭出自己的神魂，获得与玉心的联系，从而获得来自玉心的力量。所以你这些玉灵的身上只有诡异的死气，但这些力量很强大和诡异。但是感受到萧炎身上的芋头气息，他们便是把萧炎当成了芋头，然后对着萧炎恭敬地弯下腰，发出一道机械的声音：芋头大人，事情已经全部处理妥当，需要你前往开启。闻言，萧炎微微一愣，看来是自己用了芋头的气息，他们将自己当作成他们的芋头大人了。不过他们所说的需要芋头去开启，那是什么地方？萧炎的思绪非常之快，很快就想到了其中的答案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与这次炼化数十万人成玉灵有关。芋头大人，怎么了？见他们的芋头大人迟迟没有开口，其中一位玉灵便是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回过神来的萧炎当即回答道：带路吧。芋头大人，平常不都是你带路的吗？虽然他们成为了玉灵，可是依旧有着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意识。嗨嗨，萧炎轻咳了一声，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道：刚刚我去解决了一个强敌，消耗太多能量，现在有些虚弱，分不清方向，你们带路跟着。也许是玉灵没有思考的缘故，他们很快也是答应了下来。萧炎的这一番操作也并没有引起他们的疑虑，那数位玉灵也是转身朝着内区的深处，沿着属于他们的方向位置急速掠去。萧炎也在第一时间紧跟了上去，心想着马上就要见到灵动和沐尘了，内心中也是有着按耐不住的激动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要救出二人。曾经的并肩作战三兄弟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在这些玉灵的带领下，萧炎的目光在这个内区区域沿着路途探查了一下，真的没有任何的活人存在于此。而且萧炎透过神魂已经隐隐间感应到内区深处有着不止1道2道，而是有很多道的庞大能量全部聚集在了一起。如此多的能量，难道就是这一次被神器联盟邀请过来的那些超神势力之人？萧炎眼神开始变得凝重，因为能够将数十万之人一同进行炼化，那么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一路上碰到了玉灵，都是将萧炎认成了他们的芋头大人，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恭敬。而且这些玉灵的实力都是在1重天位神以及4重天位神巅峰之间，至于5重天位神的玉灵非常稀少。在经过1日的赶路后，这些玉灵也是带着萧炎来到了内区的深处，这里已经没有了陆地，而是被无边无际的黑海取代，其中的诡异死气由黑海形成蒸发而出。而且萧炎敢肯定，只要一些天位神如有不注意沾上了，那么体内的神元之气就会再被彻底的炼化，非常的危险。不过好在萧炎有了芋头的气息遮盖，再使用焚神之力才抵挡住了这些诡异死气的可怕力量。萧炎打量了一下，这里除了下方的黑海之外，而在黑海的上空挂着一轮血红色的明月，那轮血红色的明月犹如是一只巨大眼睛，正在放着监视着下方的黑海，以及直勾勾地看着萧炎。与之对视了一眼后，萧炎的背后都是不由自主的发凉，因为那种感觉实在是太诡异了。那个明明看过去时一轮血红色的明月，为何相似一只眼睛呢？而且还如此的逼真。接下来在那些玉灵的带领下，终于是来到了黑海的中心，这里充满着无尽的黑暗和滔天魔气，除了那轮血红色的明月之外，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一丝光明在这其中绽放，唯有深不见底的黑暗才是这里的主调。不过在那下方有着一道巨大的超级漩涡，而这个漩涡并不是吞噬，而是吐纳其中的东西。漩涡的周围更是有着一道圆形白色的光晕覆盖在上面，散发出更加诡异无比的压抑气息。远远看去，在那巨大黑洞的里面，仿佛有着可以什么东西要出来的一般。萧炎敢肯定，就算是高阶天位神来到这里，怕是都要心生骇然。就在萧炎震撼间，那些玉灵终于是停下来脚步，然后转身对着萧炎恭敬地说道：芋头大人，我们到了，其他芋头大人都在等你呢。此话一出，萧炎的身躯都是微微一动。什么？还有其他芋头在等着自己？不对，应该是等着之前被自己所杀的芋头。但是自己的面容如果被其他芋头看到了，不是要暴露身份吗？
芋头可不会像玉灵这般没有自己的意识，芋头在天域中可是有着一定的身份地位，那么自然是有着自己大部分的意识，因为芋头也是被其诡异力量炼化，而实力至少达到6重天位神巅峰，甚至是7重天位神被炼化后，才有机会从玉灵中脱颖而出。